来，咱们今天再来玩个豆芽的新玩具。不得不说，现在小孩子的玩具做的是越来越香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主要是我想玩。去年一套超级战警王做的真的相当不错啊，今年也看上了这一套绚烂雷霆王。这回的国代版本其实是更推荐的。首先价格方面肯定是更香了，200来块钱的国代版本比700-800块的韩版要便宜特别的多。第二个，没有任何的省略。之前超级战警王上面把电镀省略成了金漆的零件，其实金漆来说玩起来会更加的安心嘛，毕竟电镀很容易掉啊。但是电镀确实漂亮，涂装跟韩版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国代版本会比韩版多带2张卡，也就是武器的左右2块。这个武器是2变的，哎，你把这一块拔开，旋转，卡过来。这扣子插上，就变成了绚烂雷霆枪啊，这样握。然后咱们来进行合体，这一套的绚烂雷霆王主体的这个警车是不可以变形的，在动画片里边，这辆警车单独可以变形，也是剩下的那个相当于配件包吧，上面2个大眼睛也是挺可爱的样子啊。车型看起来还不错啊，一体性啦、扣合的这些缝隙啦，对都特别准，用料材质很厚实，相当的好啊。可能这一套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后边的这一块，我看好多人这个地方变形的时候容易弄断掉啊，也确实这一块的板子是比较细的，但是变形还是需要注意一下。所以我说这一套其实不太像小孩子的玩具啊，大人玩刚合适。比如我，推车滚动很丝滑，轮毂都有漂亮的涂装，但是是塑料的轮胎。变形第一步，先把警灯拉起来。其实它里边有2个档位啊，可以这样掀开，再把揪出来，后边黑色的板子就是都撇下去。然后这一块的警车就是一个拆的过程了。我们把这一块整个的双关节拉开，里边的扣子全是这种无损式的咬合扣。接着后边这块电镀的胸甲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，它是靠这样一个 Z 字的轴关节折叠在里边的。我们把它拉出来，上边这里旋转一个90度，后边这里叠起来，屁股后边的这一块裙甲折下去，侧裙甲齿轮关节。听听多爽！旋转，双关节放下来。特警装甲车推车滚动也还可以啊，上面的警灯是透明零件，不过其他地方的涂装就没有做的特别细致了。先把这一块整个的拉长，中间这里有扣合的位点，然后前方这里2个合体连接关节掰下来，上方这里边凸点的扣子拨开。V 字折叠叠好，再把肩膀整个的叠放过来，左右拆开。有一个小细节，记得不要忘，把这一块整个的滑道拉宽，拉宽之后把轮子缩下去，这里边有一个葫芦锁，锁到底会卡住。这辆巴士掏出来，底下这个空间其实有挺大的一个空洞啊。我想了想，能不能把那个卡塞进去啊？其实还是差一点点，毕竟这里刚好有一个脑袋卡着。变形也很简单，我们直接来拆分。左右这里无损的咬扣打开，整个把翅膀拉出去，然后前轮的位置旋转180度锁到这一侧来。接着把前边的整个拔下来，也是无损的咬扣。脖子这一块的双关节先撸起来，下方这里翻起来一个扣子，翅膀归位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建议就先把这一块警灯的盖子卸下来的部分插上去，卡住。上方这里的扣子先固定一下。后半个车是变成双腿的位置，左右这里掰开，也是反向无损的插扣，结合锁上。接着2个电镀的脚背儿翻转过来180度，里边的齿轮关节都是非常清脆的。翻过来这里脚后跟把它叠下去，也是齿轮的关节。膝盖折叠立起来，前后对折，齿轮关节再锁上，左右掰开，从这里边把膝盖的电镀零件拨出来，翻上去。裙甲向下翻折，锁上腰部的位置，结合，再从后背这里掏进去，
结合。注意在侧面这里还有2个锁定的点，把这里挂上。脖子下方的锁扣固定，旁边半圆的轴锁在这个位置。接着把胸甲包上来，这里边是一个无损的咬合，插上。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插缝隙，把这里扣住，左右放下来。前轮往下拨一下，露出2个合体的胳膊连接位置，顺着这里边结合。最后一步，把2个轮子90度肩膀上边一折叠，那么绚烂雷霆王3合体我们就搞定了。哎呦，看看这个造型，合体完成，高度在30公分左右，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尺寸了。全部都是齿轮关节，所以支撑的稳定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当然还有第2个形态，根部的齿轮关节掰直，前方这里的锁扣打开，上方的这2个尖儿打开扣子，撸直。左右拆开，对折，把这里边的扣子锁上，再把下方这里的扣子锁上。哎，这个样子的完全体，是不是很像那么回事儿？真的很漂亮，尤其电镀的零件闪闪发光。又往了一点，这个大宝剑左右这里嘚儿，哎，还可以炸开这2个刺刺，这才是大宝剑的完全体。合体完成后的样子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这个头雕毕竟戴着一个棒球帽子，而且里边这2个大大的瞳孔刻画看起来是有一点子宫像。但除此之外，其他方面，哇，帅呀，真不错，尤其这个腰身这一块的刻画。脖子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左右可以来回的活动。翅膀根部这里都是齿轮关节，8方向的定位。肩膀360度，这里也是齿轮关节，平举的话也能举到挺大的幅度。2头肌左右旋转，这里也是齿轮。胳膊肘齿轮关节90度折叠，拳头并没有可动。腰部左右能旋转一些范围，也是齿轮关节，但幅度不是太大。前踢齿轮关节，后踢不会干涉，侧踢也能开到很大的幅度。大腿根左右旋转都是齿轮，膝盖90度，脚踝左右有一点点接地范围，这也是为什么推荐国代版的原因啊。听说韩版好像有一批中奖的这个左右脚装反了，所以它的接地的关节是往外撇的，国代版好像没有这个现象。身材方面，绚烂雷霆王是要比超级战警王小上一些的，毕竟那个是5合体嘛，而且是2部动画片。不过据说这2套玩具是同一个设计团队制作出来的，所以整体的美术风格你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相似。但说实话，不论从性价比方面还有好玩程度方面来说，我觉得超级战警王其实是要比这一款绚烂雷霆王更牛逼一些的。一个迷你特工队，一个炫卡斗士，所以画风上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但好在这一次的国代版本跟韩版没有任何的省略，而且并没有出现韩版的那些中奖情况，配件也比韩版的更多。所以如果你喜欢看炫卡斗士，或者看上了这套绚烂雷霆王，我更推荐你去买这一套国代的版本。那么总结来说吧，虽然说不及去年的那一套超级战警王，但整体来说各方面的做工质感，包括它的一种关节，尤其掰起来嘎嘣作响用料的材质，还有整体的一个电镀闪闪发光的这种质感，都是做的特别有诚意的。尤其是当你玩多了变形金刚，被美国的 IP 影响之下，被他们那些做工啦，被孩之宝那些偷焦缩减成本折腾了许久之后，再翻回来看一看其他的 IP 产品，哇，真的嘿嘿。所以你不能说怪我跟孩子抢玩具，实在是现在孩子的玩具设计的太香了。那么得嘞，这套炫卡斗士的绚烂雷霆王就是这样了。大家觉得这一套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